哎呦，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One Sport Show 王硬核。在今天刚刚结束的比赛当中呢，步行者以总比分3-1领先于尼克斯，所以我觉得步行者应该是会冲进到总决赛了。然后我们再聊一聊这场比赛。开局的布伦森呢状态非常火热，得分呢要啥有啥，单打无敌。第一节呢就爆砍了13分，9中5，给步行者的压力非常的大。但是呢，步行者也是哈利伯顿单节15分、5篮板、6助攻，超级完美发挥，彻底盘活了球队。哈利伯顿和布伦森两人开始就对标起来，但是呢，两个人的对比呢非常明显。哈利伯顿他是团结球队，他会养所有人的手感，但是布伦森呢一直都是自己单打。那么他的缺点呢就是他在防守端被成为了突破口子、被攻坚的活靶子。步行者呢，布伦森当被防守或被包夹的时候呢，他的出球太差。反正至少给我的观感，有的时候他不愿意出球，他压根儿他就，你像唐斯，他压根儿就没有怎么玩，他就第一节只得了2分，这也是导致了第一节尼克斯落后接近10分的原因。我们来到第二节，好在第二节布伦森下场了，球队的主攻点变成了唐斯，唐斯发挥他自己突破的优势，屡屡造成杀伤，还有3分，非常的厉害，单节砍下了12分，最后把比分迫近了5分，甚至中途呢有一分实现了反超。总结一下呢，相当于布伦森这种球员呢，带给球队的伤害呢，我觉得是非常的恐怖的。你像布伦森整个的全场比赛呢，他的防守效率135，也就是说，就是只有在他休息的10分钟里，球队的防守效率变为了135。布伦森全场的正负值是-16，匪夷所思。也就是说，在场就是只要布伦森他在场上打球，尼克斯就输了16分。你反观唐斯正3，所以我真的觉得希伯洛就狠下心来，别让布伦森一个人再瞎抡了，就把球交给唐斯。唐斯的冲击力和盘活球队的能力，我觉得比布伦森强。你真的应该放弃掉一些球权。而且布伦森在场上的时候，他阵容的防守呢真的太次了。尼克斯上了布伦森和麦克布莱德两个人呢都非常矮，他就成为步行者突破的一个活靶子，谁都可以突，对吧？而且对于这场比赛当中呢，布伦森呢有好几次呢，因为他自己进攻啊或者防守啊的失败，造成了他整个人的表情绪就非常的不对，有点压力队友。真的，布伦森你自己不知道吗？你在场上完全就是个副作用，你一在场，整个全队全都便秘，谁都打不出来自己想打的东西。你像反观步行者，步行者这支球队呢，真的是团队球队，太厉害了。步行者球队就是一个人拉胯了，另一个人迅速这场比赛会发挥好，就是缺一个人，他总是会有人站出来去弥补上这个空缺。你像G1的话是内史密斯，后面是内姆波哈德，麦克康利不是麦康奈尔。对，你像本场比赛当中呢，内姆波哈德呢拉了，他打得不好，但是呢另一个骑兵的马瑟林站了起来，直接就能量守恒了。其实马瑟林在这轮系列赛的发挥呢很糟糕，在 G1、G1、G2、G3 3场比赛加起来总得分才得了11分，反倒在这场比赛，卡莱尔勇敢地启用这名球员，让他去冲击尼克斯的内线，屡次不爽，屡次造成犯规，全场罚球7中7，给尼克斯的内线防守造成了不少的麻烦。而且比赛呢最后的时刻呢，另一个球员呢角色球员呢脱贫的关键3分，真的杀死了比赛，太厉害了。我们再讲第4节，唐斯真的发挥太好了。他在第4节呢，他和内史密斯两个人的膝盖对撞，我觉得很疼。就是如果你膝盖撞着过东西的时候，你就能体会到那种硬碰硬的那种疼痛感。好在这种硬碰硬呢，应该没有什么事吧，但是我希望没事啊。而且唐斯呢，他被撞到的是左膝盖，他这个左膝盖呢，在2024年呢就已经做过了一次半月板手术，这样呢依旧是在他倒地休息了一会儿，依旧是一瘸一拐上场，非常的男人。我觉得希伯杜真的是有点太恐怖了，这个教练他死操主力。你像 OG 也是，OG 到最后也是一瘸一拐，真的累得不行了。OG 和汤斯两个人受伤疲劳，反倒我还看到了哈特就是铁人，哈特这场比赛非常的怎么说，有激情有活力。我们再说，对你再像布伦森的话有点
第4节已经落后了好几分了，我觉得那个时候你就应该勇敢的投3分，你才可能把分差追回去。你居然还想要2分，你居然还想要2分，还击杀，还要饭，有点不好看，对吧？你像步行者那边，步行者真的西亚卡姆一个人依旧稳定发挥，3分球4中3，全场砍下了30分。他屡次关键时刻站出来，无论是被打3分、防守，什么都在线，简直就是战神。而且在第4节，每当尼克斯可能要追分的时候，可能要追上了，马上差个4分5分的时候，西亚卡姆总会3分球或者被打转身中投，直接就打停尼克斯的这个进攻的高分气氛高潮。好了，下一个就要说本场比赛的王中王，我觉得他就是今年的最佳控卫。亚历山大的他属于得分手，他并不属于纯控卫，所以说我觉得哈利伯顿就是2025年、2024到25赛季 NBA 的最佳的控卫。你哈利伯顿本场比赛他砍下了超级大3双，而且0个失误，他这个超级大3双是 NBA 历史上首位在分区决赛单场3双并且0失误的球员，这是 NBA 的第一人。他也是 NBA 历史上的首位30分、15个助攻、10个篮板、0失误的第一人。我们想，就是一个控卫经常是失误比较多嘛，因为他需要传导球总会出现要么被对方抢断啊，要么是自己的队友接球不稳呐这种情况。但是哈利伯顿没有，哈利伯顿本场比赛0失误，而且本场比赛哈利伯顿的3分呢一直都在线，开场、中途、结尾。虽然说结尾的话，包括第3、第4节有几个3分浪了，但是总体来看的话，他的3分呢，发挥的非常好，他攻击太强了，而且15个助攻，就让我觉得了有点像隆多的感觉，超级无敌加强版隆多。隆多，你像隆多这个球员呢，我个人也非常喜欢，高中的时候非常喜欢隆多，他有一些传球真的是太好看了。哈利伯顿本场也是，哈利伯顿有很多次球都很大胆，而且哈利伯顿他传球有一个特点，我觉得他传球有的时候他在跳起来，他在腰部发力再传球，这一点我觉得很难。就是对于大多数的控卫或者无论是任何球员，当他跳起来跳传，他的准确度会大幅的强。但是哈利伯顿没有，哈利伯顿每次跳传的成功率啊，或者说跳传的准确度非常的高，真的是盘活全队的一个超级控卫。而哈利伯顿呢，哈利伯顿呢在最后呢，就是对步行者队史呢季后赛呢，哈利伯顿呢是2次的3双，位列步行者队史第1。乔治和奥莱迪波还有一个杰克逊，2人各1次。哈利伯顿的完美发挥呢，奠定了本场比赛的一个基调，就是真的是进攻太无敌了，真的盘活全队，包括最后脱平啊，内史密斯啊、内姆哈德呀，或者西亚卡姆啊的进球啊，包括特纳进3分了，特纳进3分就是好样的，对吧？所以呢，我依然觉得步行者会4-1淘汰尼克斯，最终挺进总决赛，与雷霆会师总决赛，并且击败雷霆。步行者加油 ，Let's go Pacers！六马加油 ，See you，拜拜。